我们现代的人其实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算是安定下来了，就是已经不像可能200年前、500年前或1000年前生活还是需要担忧的部分。那在这个年代呢，其实我们又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到底我们为了什么而活？好像生活都可以每天这样很顺利的过下去，好像学业也可以一直的继续念书，念到有一天想要出来社会工作了，也找得到工作，然后也顺利的结婚生孩子，然后有自己的家庭，这一切好像都非常的顺利了。那我们人生真的是这样子而活吗？好多人内心其实有这个疑问。那甚至是最明显的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挫折，一些生活当中的变动的时候，我们更会问自己，那我活着为了什么？那我没有了我最心爱的，比如说房子，我最心爱的人，我最心爱的小狗，那我每天活着的乐趣就是拥有这些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我为什么要活？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契机，来让我们思考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所以很多人觉得在面对人生当中的逆境或者考验的时候，觉得是一件坏事，但是其实不一定，它其实是一个契机，看我们懂不懂得转，在里面去找答案，我的生命为了什么而活？很多人在物质世界上寻找他生活的价值，寻找他生命的价值，在平凡顺利的时候，其实也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一出现变动，内心就慌了，内心就烦恼了，内心就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说，物质世界其实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依靠一辈子的，一定会有变化的，一定会有变动的。我们做了再多的努力，其实我们真的能够确保我这辈子都能够拥有这一些吗？完全没有人能够确保，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回头看我们是不是把生命的价值真的有找到一个让我们能够安住的点呢？物质世界没办法依靠的话，那我们还要依靠什么？有的人可能就从心灵方面去找依靠，可能他就参加一个心理学相关的团体，或者是宗教团体，然后就在里面去得到满足，在里面得到依靠。但是这当中会有变化吗？会的，还是会有变化的。所以只要是依靠外在的东西其实都是不牢靠。那回头来看，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活呢？当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当下拥有的因缘当中，让它创造更多善的因缘，来成长自己，也利益他人。可能我现在拥有的不是完美的，比如说我语言能力不够强，比如说我又哪方面还没有办法圆满我的愿，因为我的能力不足等等，还是我没有机会。但是我们不用等到机会跟因缘具足的时候才能做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有限但是还是拥有一些资源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间我就去当义工啊，那能够成长自己，让自己学习更多，学习怎么样跟不同的人相处，学习怎么样做一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又能够利益别人，又能够帮助到别人来成就一整个活动。这个活动是让大家朝往善的，朝往进化的，是向上的部分。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其实就是回到每个当下，我们怎么样看到自己拥有的这些因缘，跟自己拥有的这些资源，不是留在我自己身上而已，不是给我自己用而已，而是怎么样让它 double 的 triple 的一直分享出去。那不只是自己成长，还能够利益别人，那何乐而不为呢？